西雅图警方是在大约5个月前发现这具白骨。根据法医判断，死者是亚裔女性，年龄介于23到27岁之间，身高1.65米左右。法医也根据头骨进行了3D 建模技术，重塑了死者的面容。是有点像我妈，可是长得像的人也不少啊。报告指出，从腐化程度来看，死者大概死了20年以上。这个时间点跟当地警方找到你妈妈的邮箱在2001年被注销的记录刚好对得上。现在就等你做 DNA 比对，确认跟死者的关系。法医还发现，死者的舌骨断裂，怀疑是被勒死或掐死。我妈是被人杀死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那个男人？开车。哎，你喝那么快，很容易喝醉的。难得我愿意陪你喝酒，你就不要这么扫兴。要不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把心里不开心的说出来，或许心情会好一点。好熟悉的口吻，就是有点业余。跟你认识这么久，至少要学点东西吧。如果你愿意分享，我会认真的听。刚收到不好的消息，是关于可盈的亲生母亲的。可盈在很小的时候，妈妈就离开她去了美国。可盈一直在寻找妈妈的下落。刚接到的消息，她很可能已经去世了。啊，怪不得可盈看起来很难过。我和可盈的妈妈中学就认识，之后还上了同一所大学。可盈长得跟她妈妈很像，每次看到可盈的时候，就会想起很多美好的回忆。可惜，再也见不到静云了。看起来你们的关系很好。你说可盈的妈妈去了美国，那你们之后有没有再保持联络？静云没念完大学就去结婚生孩子，之后我们就很少联络了。我是后来收到她的明信片，才知道她和一个男人去了西雅图。他还说了些什么？都是一些关心可盈的话。可惜，明信片上没有回邮信箱，
连个地址都没有。如果我有更多的线索，那就好。静云很在乎她的女儿，不会就这么丢下女儿不管。现在终于知道，她不是不想回来，只是不能回来了。对不起，对不起。你的模型被我弄坏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这不是钱的问题，我花很长时间才组装了，才刚组装好就被你……那我帮你重新组装。怎么了？是不是忘了拿什么？我一想到离开我的家人，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就觉得有一点不舍得。你不是一直想换个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吗 ？Let's not think so much. Just enjoy the moment. Okay? You're gonna love Seattle. Let's go. 静宇，你要去哪里？我想要回家看我的家人。 Come on, we talked about this so many times before. 只要一忙完这里事，我就立刻带你回去。我不用你带，我可以自己回。你是不是有了别的男人？你是想跟我分手，对不对？我为了你放弃一切来美国，你就要怀疑我有别的男人？不是我不相信你，对不起，我是怕失去你才会这么紧张。你看，这是我特地为你选的，你喜欢吗？我真的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我答应你，我只是回去看我的家人，过些日子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I promise. Enough of your empty promises. 你们都说你们会回来，结果你们都抛下我，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了。对不起。You said you come back, but you never did. Why? I loved you. I believed you. Why did you lie to me? Why? Now that I have you here, I'm not going to let you go. I'm never going to let you leave me. You hear me? Let me go. No. I'm never going to let you leave me. Ah! 没想到你有一个女儿，而且竟然是她。What a lovely surprise！
Hope everything is all right. No worries. Thank you. Wanna have lunch together tomorrow?果香足，酒体圆润啊，口感顺滑，不错，我挺喜欢的。谢谢。喜欢吗？这瓶2015年的波尔多是特地为你选的。你不生我的气了？在你眼里，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啊？一个星期没联络我了，你是不是想念我啊？我问过双，你说的没错，他这个人确实不够诚实。我已经打算跟他保持距离，以后不会再跟他一起合作了。这个酒啊是越喝越顺口了。Eve， 你也来这里吃饭啊？我是特地来找你的。怎么了？爽到底在搞什么？他答应了给我一笔收益，结果呢，电话不接，简讯已读不回，什么意思啊？他是想装死不还钱是吗？我爸已经断了我所有的经济来源，他要是敢骗走我最后一笔资金，我一定找人打断他的腿。你冷静一点，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严重。我们刚开了瓶红酒，边喝边聊。不要我们你们的，人是你介绍的，谁知道你们有没有私底下收了他什么好处，合伙起来骗我？犯法的事我是不会做的。我们都有投资小你的公司，大家利益息息相关。如果他真的有问题，我一定会采取法律行动。你不信我，也应该相信周律师。你这笔钱，我们一定会帮你要回来的。这可是你们说的。来，怎么啦？还在怀疑我啊？是，公司确实有几个研发项目出了一点小问题，但我还可以应付，相信我，没事的。那你为什么不接听 Eve 的电话，向他解释呢？我就是故意避开他的啊，他一直骚扰我，又送手机，又送名表，还要量我的3围，帮我定制一件西装。可是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知道的啊，在我眼里只有你。你和钟洪涛和好了？我们多年来的感情，我最了解他了。哄一哄他就没事了。他生气，你哄他，他一句话你就质疑我。看来我唯一说的就是时间，怎么比也比不过你们多年的感情。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敌人，知道吗？我一定会努力的，扩展工厂，赚更多钱，让公司上市，到时候就可以证明你比钟洪涛更会看人，更有眼光。对不起，那天你走得太匆忙，我有点大惊。
后来多嘴问了苏生，才知道是关于你母亲的事。我没事，谢谢你的关心。其实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对她几乎没什么记忆，更多是陌生。怎么说都是你亲生妈妈，你肯定很难过吧？我当然会好奇她去了哪里，过得怎么样。哎，Don't give up 哦。听书生说，警方还没确定身份。我也是来自单亲家庭的，从来没有见过我亲生爸爸。妈妈因为爸爸的离开，情绪一直很不稳定，所以我小时候一直很独立，也很孤单。就像这颗种子一样，只要有足够的水跟阳光，总有一天会长出漂亮的叶子。完了，不要再想不开心的事了，快乐才是最重要。你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漂亮的你，不留下纪念，太可惜了吧？你给我你手机，我帮你拍几张照。好啊。好，来看，笑一笑。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没事没事。对，我帮你擦一下。没事没事。可以吗？啊，可以了，可以来。啊，幸好没事。手机没事。好看。You know what? I really like this chocolate shop. 这里有好多种巧克力可以让你选，而且可以试吃呢。我也常来这家。 Really? 对呀、I 我也 didn't 不 know 知道 you 你 like 喜欢 chocolate. 你要试试哪个？我喜欢这个，来，你试一下。你认不认识站在你姐旁边的男人？他好帅，好 gentleman。这个呢，感觉比较苦。这个你一定要试。可以。你们也来这里买巧克力？你们也在这啊？这位是David、曼宁还有舒恒。嗨， Hello。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啊？我们准备去附近一家甜点店递生日蛋糕给师傅，当然还有你。哦，你生日快到了，几时？下个月3号。那时候我会在新加坡，可以跟你一起庆祝。到时候一起来啊。Great, I'll be there. 你是做什么的？需要飞来飞去？业务经理？飞机师？喂，你好像太多问题喽。哇，现在就这么 protective。给我选巧克力。哎，那个 David 是不是在追你？他几岁啦？虽然看起来有点大，但是还是很有魅力。你不要乱说啊，我跟他只是朋友。你看不上他，还是嫌他老？如果你不要，我要。你收敛一点啊！你不是有舒恒了吗？就算结了婚，也能欣赏帅气的男人吧。啦，帮我选，帮我选。原来师傅和可印的口味差别这么大，一个喜欢黑巧克力蛋糕，一个喜欢白巧克力蛋糕，一个爱吃甜，一个爱吃苦，还是你跟师傅比较像，都不喜欢吃红豆。哎，我是说，还是你跟师傅比较像，都不喜欢吃红豆。我们刚才试吃的那几种巧克力都很好吃，尤其是 David 推荐的开心果口味。我在想，我们婚礼当天的 dog gift 要不要用那款开心果口味的巧克力？你觉得怎么样？我不喜欢。
每次不管说什么，你都会说难得今天你有意见 ，interesting。你为什么不喜欢？你是不喜欢这个 idea， 还是不喜欢开心果口味的巧克力？我不知道。难道是因为可盈，还是 David？ 好，我不问了。我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当 dog gift 吧？今天早上，平安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警方证实一名男子伤重不治。目前，一名46岁的男司机正在协助调查。寿星公终于出现了，祝师傅生日快乐，案子源源不断，律师楼业务蒸蒸日上，这样我才有工作做。你这是祝福还是许愿呢？许愿给你送来生日祝福了。周爸，这位是 Susan， 还有 David，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欢迎，Hello。你好，你还记得曼宁吧？嗨，她是周爸的爱徒，也是我的好闺蜜。很快就要成为他的弟媳了。小小尽力，希望你不要介意。谢谢。哇，这可是好酒啊！我不懂酒，是 David 选的。 I'm so glad you like it, Uncle. 听可盈说你们的生日只差1天，是 Happy birthday！ 谢谢，有心了哈。哎，坐吧，来，是，好，来随便坐。生日快乐！谢谢。 Happy birthday! I hope you like it. 谢谢你。是什么？开来看看。怎么不好意思啊？要帮你开吗？哎， Please. 哇，好美 ！David， 你真会选礼物哎。走，我们去换给大家看。不用吧？有什么好害羞的？走 ，Let's go。你会不会太明显？都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和 David 只是朋友。你是不想让师傅知道 David 在追你吧？是男人都看得出来 ，David 不只是想要跟你做朋友。在说什么啊？我有说错吗？你说我明显，他更明显。唯一看不出来的，恐怕就只有舒恒了。你们没事吧？我感觉他好像不是很想跟我结婚。婚礼的安排问他什么，他都没意见，都只是说哦，好 ，OK。我弟就是这样，他不是不在乎，只是觉得无所谓。但是对于你的事情就不一样，他会说要白巧克力蛋糕、蓝色气球。帮你选礼物的时候，他又知道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说过很多次，他当然记得啊。啊，你不会是在吃醋吧？是，我就是在吃姐姐的醋，所以你最好快点找个男朋友。快去换衣，去，不要，快去，不要，去，快，走。一个女人在母亲的葬礼上遇到了一个她非常喜欢的男人，但是她没有男人的联系方式。几天后，她杀死了自己的妹妹。为什么？我猜姐妹俩同时喜欢上这个男人，所以姐姐把妹妹杀了。男人还没有表明自己喜欢的是谁，姐姐就杀了妹妹，会不会太冲动了？
这个杀人动机不够强烈。这叫先下手为强，不让那个男人有多一次选择的机会。会这么说的人，通常心思缜密，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先发制人，不让自己处于劣势，属于主动型。你的答案是什么？我还需要更多线索进行调查。这只是个游戏，不必这么认真。哎，David， 你觉得呢？因为只有这么做，他才能在妹妹的葬礼上再次看到那个男人。答案正确，不过研究显示，会这样回答的人都是 psychopath。All right, I confess. I am a psychopath. Come on, guys, I'm just kidding. 这个心理游戏我早就听别人说过了。其实要真正了解一个人的心理，没有这么容易哦。没错，要不然满大街都是律师和心理医生了。不好意思，大家让你们久等了。哒哒，很美吧？这件裙子很适合可盈。可盈平时打扮都很干练，这样一穿，哎，让人眼前一亮。David， 你眼光真好。今天除了我，周爸也是主角。对了，谢谢大家来庆祝我和可盈生日。谢谢，谢谢。哎，干杯！干杯！进来吧。Morning Sir， 好久不见。哇 ，Eric， 稀客，找我什么事？有一个案子需要你们专案组接手。你们 TP 会有什么案子需要交给我们调查？交警昨天上午11点03分接获通知，民安路发生一起严重的车祸，死者双六，35岁，六 Ecotech 创办人。交警为什么会认为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这是案发现场 CCTV 拍到的画面。好，停 ，Eric， 麻烦你帮我重播这个视频。停。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双在过马路的时候边用手机通话边张望前方，好像在找什么？我们查了双最后的通话记录，是一个无法追踪的电话号码。这么看来确实很可疑。难道双是被人引到阿范路段？现场有刹车痕迹吗？没有。如果这是交通意外的话，司机通常会紧急刹车，凭我的经验，10之8九有问题。你们怀疑司机是故意的？他杀死者的动机是什么？他们认识吗？肇事司机杨欧文，46岁，是一家健身房的老板。案发当天，他没有酒驾，也没有案底。初步调查显示，他跟死者没有交集。不过我们查到死者双涉及一宗投资诈骗案，牵扯金额超过500万。你怀疑这是一起与金钱有关的谋杀案？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Sir， 我开车一向来都很小心的，从来都没有接过罚单。真没有想到这次会撞死人。是真的没想到，还是假的没想到？Sir，你什么意思？你能再说一次当天的事发经过吗？可以。我昨天赶着去附近的supermarket买东西，车在转弯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掉下去，我就很自然下去捡。怎么知道我会捡起手机，有一个男的冲出马路，所以就这样撞到他了。
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踩刹车？我有，可是当时太突然了，我误踩油门，所以就撞到他。不过我撞到他之后，我有立刻下来看对方有没有事。我看对方一动也不动，我就立刻报警了。那你认不认识死者？当然不认识，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我承认撞死人是我的疏忽，如果我没有开那么快，或者我没有去捡手机，他可能就不会死了。其实我的心里也很不好受的。那你开那么快做什么？我不是说了吗？我赶着去附近的 supermarket 买东西，买啤酒跟零食。我约了朋友来我家看球赛。你不相信可以问他们，我已经把朋友的资料都交给警方了。昨天你不需要工作吗？我是老板，休息1、2天很正常吧？杨欧文和 Sean， 一个是健身房老板，一个是电子废弃回收厂的总裁，两个人加在一起账目这么多，我看到我眼睛都快瞎了。到底要看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完呢？等我看完了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后，就来帮你。哎，真的啊？什么时候啊？他们的朋友很多，而且都很喜欢 post， 我估计要到明年才看得完吧。哎，是啊，问的怎么样啊？他太配合了，问的什么都说，不问的也说，总觉得他口供10之8九是先准备好的。你们调查的怎么样了？我查过他们的家庭背景，Sean Liu是独生子，父母在很多年前移民澳大利亚，单身，拥有一间 studio apartment。杨欧文父母过世，有一个姐姐，姐姐结婚后就搬走了，剩下杨欧文一个人居住在父母留下的政府主屋，目前也是单身，两个家庭没有任何交集。他们2个人在社交媒体上都蛮 active 的，尤其是 Sean， 他有8000多个 followers， 经常会在网上分享他的发展项目。到目前为止，我没发现他们有任何往来，但是2人有9个 common friends， 我会去找他们问话。是，你要我查他们的财务状况，我查了，不查还好，查了我吓死人。说重点。杨欧文的财务状况很简单，他的健身房经营的还不错，没什么债务问题。相比之下 ，Sean 的公司账目哇就很乱，收入跟支出都不吻合，资金的去向也都没有注明清楚。有金钱来往的账户还多达了好几百个。警方接到30个人报案，说 Sean Liu 涉嫌诈骗，其中一个报案人是 Eve Choi， 他说 Sean Liu 骗了他100万。怎么又是这个女人 Eve 这么有钱，他不可能为了100万杀人吧？还有 Sir 啊，如果我们要去一一调查这些讨厌 Sean 的人是不是认识杨欧文，会花上很多时间的。如果到最后真的就只是一场意外，那我们不就白费心思了吗？你又想找借口偷懒了，对不对？有疑点就要调查，有名和书痕，你们从这30个报案人开始查起，了解他们的背景，看看他们跟杨欧文有没有任何关系。 Yes sir。Happy birthday to you。生日就这样而已啊？当然不是啦，我还订了餐厅，今天一定让你过个美好的夜晚。谢谢。哦，对了，你知道 Sean 的事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他怎么了？他昨天出了交通意外，死了。这么突然，你怎么知道的？我有派人调查他的行踪，昨天接到通知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意外。Sean死了，那我们投资的那笔钱根本就不可能拿回来了。哎呀，对不起啊，都是我不好。要是我早点听你的话，跟他划清界限，那就好了。哎呀，我们那笔钱真的没了。钱没了可以再赚，别自责了。
师傅，你总算来啦！怎么了？我快受不了了。那个 Eve Choi 真的很难伺候，一来就给我脸色看，还说要马上见到你。你以为他是谁啊？他说见我什么事情啊？不清楚，不过感觉他好像又惹上了命案。昨天有2个警察来找我，他们跟我说双出了车祸死了。我直接告诉他们他死得好，我还想开选片来庆祝呢。我还告诉他们双是个大骗子，跟我说他那个回收厂可以赚多少个亿，结果骗了我100万之后，人就 MIA 了。警察来找你问话，难道他们觉得双不是死于交通意外？我也是跟他们发完牢骚后才发现这一点。我有问警察，但他们说案件还在调查中，之后有什么需要会再回来找我。警察不会是怀疑我找人撞死双吧？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只是表达不满，这并不意味着有犯罪行为啊。可是我担心我会因为这件事再惹麻烦。之前我被关在牢里好几个星期，每天都吃不好睡不好，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快要得 PTSD 了。真的，一次就够了，我真的不想再经历多一次了。莎莎，帮我把这些咖啡分给大家。 Thank you, sir。大虾kopi o kosong， 谢谢。咖啡加牛油，还有我的鸳鸯。Sir， 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跟你这组吗？因为你很懂我们，就连我们喜欢喝什么你都这么了解。不要忘记，你已经结婚了啊！我只是实话实说。大家有没有什么进展？我深入调查了 Sean 和杨欧文的背景和社交媒体，访问了他们的9个 common friends， 找不到任何关联。那30个被凶诈骗的受害者，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没发现他们跟杨欧文有什么关联。基本上我这边没有新的发现。我有发现，我查了他们的转账记录。那不是天之负责的吗？怎么换成你在做？还有人呢？天师的女儿生病了，请了半天假，是舒恒主动帮忙的。碰到麻烦难搞的事就闪人。我查了他们的转账记录，发现杨欧文在案发前一天收到一笔10万块的款项，给钱的户头跟之前双流有金钱来往的户口重叠，这个户头转了200万给双流。终于找到关联。那30个报案的人里面，被骗的最高金额是100万，不过这个人没有报警，10之8九是想私底下解决。户头的持有人是谁？这是一个在加拿大爱德银行开的私人企业户头，名叫 CH Trust Investment Limited。不过我还没有查到老板是谁。如果杨欧文是有计划的，在这之前有可能去过案发现场勘查。我会重新调查案发路段之前的 CCTV。那我就去一趟杨欧文的健身房，跟他的会员和员工聊一聊，了解一下他的生活作息，跟最近跟谁有过接触。Good job, everyone。这次辛苦了，这边忙完了就先回去休息。Yes, sir。凯英，这么巧啊！我参加了你的生日 party 之后，觉得这里的环境不错，所以我就在这附近租了一间房子。是吗？是啊，刚搬来没几天，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跑步，就碰到你了。我们算是有缘啊。我们经常来这里跑步，要遇到我不难。好啊，以后要出来跑步，我就约你。好啊。你没有带水吗？是啊，你知道这里附近哪里有卖水吗？弟，你可以帮 David 去买瓶水吗？哎，不用了，没关系。好。哎，真不好意思，叫你弟弟帮我去买水。真的没关系。怎么样？还在为你妈的事烦恼？如果你想聊聊，随时可以找我。I'm not much of a talker, but I'm a really good listener. 我已经把自己的 DNA 样本寄去给美国警方，在等待对比结果了。
等待总是充满无奈和被动，时间在无情的流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怎么突然这么多感触？我刚接到一个新的案子，有一个关键证据需要等待加拿大那边的银行回复，又是一个只能等，什么都做不了的情况。Which Canadian bank is this？ 爱德银行。爱德银行，这么巧，我有一个朋友在那边上班，我可以叫他帮你。真的可以吗？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谢谢你。It's my pleasure。你的水。Thanks, buddy。新加坡人的效率真快。干嘛跑这么快？又被狗追啊？为什么案发3天前你会出现在车祸现场？这起车祸是不是早就计划好了？是啊，你到底问我几次？这一条路最靠近我家，我那天经过的时候撞到东西，下车看不可以吗？撞到什么？狗。你之前说是猫，现在说是狗，你在耍我们啊？事情已经过了这么久，我都忘记我撞到什么了。8月2号，你的银行户头突然多了10万块钱，这笔钱是谁给你的？我都说了是朋友借给我的。什么朋友？叫什么名字？朋友的朋友不是很熟，不是很熟会借你10万块？你借大龙啊？我们已经调查到这个朋友曾经投资过 Sean 的公司，现在又给你10万块钱，你是不是收了他的钱，然后撞死 Sean？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什么叫 Sean 的，这就是一场普通的交通意外。我真的很累了，你们放过我吧。我已经承认我撞死人了，你们还想我怎样？哎，你不要以为大声我们就怕你。你现在撞死了一个无辜的人，你还那么理直气壮，说是无辜的。你不是说你不认识 Sean？ 老实跟你说，警方已经联系加拿大银行，很快就会有你这个朋友的资料。到时候，看你这个朋友会不会像你这样讲义气，还是会把你供出来。你要知道，蓄意谋杀很可能会被判死刑的。杨欧文，坦白从宽，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Sean 是个骗子，是个混蛋，做了那么多坏事。我是在清除社会的垃圾。所以你承认你故意撞死 Sean？ 是有人给我钱，叫我这么做的。我买了点心和茶水给大家，一起来吃吧。哇，好喂，又有东西吃喽！谢谢。为了这个案子啊，我都不懂用了几罐眼药水，光是看账目就看得眼花缭乱了。听说多吃果鸡只能补眼睛。加拿大那边回复了，这么快啊？可盈，是，你们那边怎么样了？杨欧文已经承认被人指使撞死 Sean Liu。教授他杀Sean的人是周洪涛。